核能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词汇，它背后蕴藏着人类所能驾驭的最强大能量，也伴随着最深沉的隐忧。有人说它是对抗气候变迁的王牌，因为核电发电不排放二氧化碳，也有人提起它就联想到辐射与灾难。究竟什么是核能？为什么分裂一颗小小的原子核就能释放惊人的能量？核能发电又与我们熟悉的燃煤发电有何不同？本影片将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1小时内带大家逐步揭开核能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先从核分裂的原理谈起，解释核能背后的科学基础，接着比较核电厂与传统火力发电厂的差异，了解核能相较之下有哪些优势，也有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将讨论核废料与用过核燃料这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反应炉运转后留下的放射性废弃物该怎么办？现在有什么处理方式？最终又该如何安全地处置数万年剧毒的高阶核废料？这些都是核能发展中绕不开的难题。但故事并未结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升核能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科学家们提出了第4代核反应炉的概念。我们将带您认识什么是第4代核反应炉，它们的设计理念和愿景为何。更深入的，我们会分别介绍几种引人注目的新型反应炉，包括采用液态金属冷却的钠冷快中子反应炉，使用熔岩作为燃料与冷却剂的熔岩反应炉，以惰性气体冷却并能提供超高温的高温气冷反应炉，以及构想独特、渴望极大提高燃料利用率的行波反应炉。最后，我们将综合探讨这些新一代核能技术的整体愿景，它们如何让核能变得更安全、更干净、更可持续。现在，就让我们从头开始，逐步探索核能世界的奥秘。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什么是核能？简单说，核能就是从原子核释放出的能量。原子有原子核和核外电子，而原子核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质量可以转换成能量，而原子核中的质量有一小部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释放为能量。核能最主要的获取方式叫核分裂，也就是把一个较大的原子核分裂成2个较小的原子核。当某些重元素，例如铀或钚的原子核被一颗中子撞击时，就有机会分裂，释放出非常可观的能量和新的中子。为什么会释放那么多能量呢？原因在于原子核内部的结合能。原子核中的核子、质子和中子靠强大的合力紧紧束缚在一起，其结合方式含有极高的能量。一旦这种束缚被打破，部分质量会转化为能量释放出来。相比之下，化石燃料的燃烧只是改变分子间的化学反应，涉及的能量规模小得多。以铀质235为例，一个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约为200百万电子伏特，而燃烧一个碳原子仅释放几电子伏特，前者比后者高了数百万倍。换句话说，核分裂反应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任何化学燃烧反应，因此核燃料所含的能量密度极高。据估算，1公斤的铀磁235理论上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百万公斤煤炭燃烧所产生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核能趋之若鹜，用极少量的燃料就能产生惊人的电力。核分裂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能产生链式反应。前面提到，当一个重原子核裂变时，会释放出新的中子，这些中子又可以跑去撞击其他重原子核，引发更多的裂变。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连串的反应，不断释放能量。如果不加控制，链式反应会越来越快，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原子弹的原理。但在核电厂里，我们要做的是可控的链式反应，通过特殊的反应炉设计与控制棒等机制，让核分裂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速度上，源源不断地产生热能，而不会像炸弹那样一次性爆炸。总而言之，核能就是来自原子核的能量。我们利用铀这类元素的核分裂，在反应炉中将这份能量稳定地释放出来，以加热水产生蒸汽，推动涡轮发电机发电。了解了核分裂的基本原理后，我们接下来看看核电与传统火力发电相比有哪些不同和优势。现在我们来看看核能发电和传统的燃煤火力发电有哪些不同之处，以及核电有哪些明显的优势。从原理上说，
两者的发电方式其实在后段很类似，都利用热能把水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推动涡轮机发电。不同的是热源的取得方式，火力发电是通过燃烧煤炭、石油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热，核电厂则是通过核反应炉中的核分裂释放能量来产生热。因此，我们可以把核电厂想象成不用燃料烧火的发电厂，它的锅炉由核反应炉取代，用铀燃料的原子裂变来提供热量。燃料差异带来最直观的不同，就是所需燃料的数量悬殊。核燃料的能量密度远高于化石燃料。刚刚提到，一小颗铀燃料丸所含的能量相当于1吨煤炭。实际运转中，一座大型核电厂一年大约消耗几十吨左右的铀燃料，而同等发电量的一座燃煤电厂，每年要烧掉数百万吨的煤。有人形象地比喻，核电厂一年的燃料用卡车就能载完，燃煤电厂一天的燃料却要一整列火车来运。由此可见，核能利用极少的资源就能产生大量能源，这不仅减少了燃料开采和运输的需求，也降低了发电对资源供应的依赖度。核电的另一大优势是环境排放，燃烧煤炭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促进气候变迁，还有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造成空气污染与酸雨。以一座100万千瓦级燃煤电厂为例，每年可能排放数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以及难以计数的烟灰和有害气体。反观核电厂，在正常运行时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也没有燃烧过程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核能发电最大的排放物只是反应产生的水蒸气，对大气环境的直接影响极低。从减碳和空气品质的角度，核电相对于传统火电有明显的环保优势。除此之外，核电厂通常运转稳定，可以24小时不间断发电，作为稳定的机载电力来源。燃煤电厂也可以提供稳定电力，但核电的燃料成本相对低廉且价格波动小，一次装填可用较久，受国际燃料价格影响较小。在能源安全方面，核能也被视为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依赖的一种途径。当然，核能并非完美无缺，它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稍后要谈的核废料，以及万一发生事故可能带来的辐射风险。不过就日常运行而言，核电相较传统火电确实具备能源密度高、碳排低、不产生空气污染等多项优势。因此，有人将核能称为一种干净的燃烧方式，因为它取得能量的过程没有燃烧的烟尘。然而，这种干净是表面上的。核电虽然没有黑烟囱，却留下了另一种麻烦的产物——放射性的核废料。我们接下来就要深入讨论核废料的问题。谈到核能，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核废料。核电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放射性废弃物，统称核废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应炉运转后取出的用过核燃料，也称高阶核废料。一般而言，核废料依辐射强度对人体造成的影响程度分为低阶和高阶。低阶核废料主要指核电厂运转过程中受辐射污染的物品，如工作服、废弃液体以及医疗研究机构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废弃物等。高阶则是用过的核子燃料棒。由于核废料辐射强度会随着时间递减，核种不同也会影响辐射持续的时间。以低阶核废料中的大宗钴柳苓为例，半衰期约为 5.3 年，也就是每 5.3 年核种活度会降为原来的一半。低阶核废料大约需要近100年的时间，辐射强度才会接近自然背景值。高阶核废料更久，239一个半衰期就要24000年，完全超出人类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因此，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在设计时就强调，存放地点至少要能够让高放射性的核废料隔绝人类生活圈20万年，低阶核废料则是300年。用过的燃料棒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其中含有许多长寿命的放射性同位素。举例而言，燃料中产生的不腐239半衰期达24000年，某些裂变产物的放射性甚至要持续数十万年之久。在刚从反应炉取出时，一束用过燃料棒的辐射足以在数秒内致人于死，其热度也足以将水沸腾。这些高阶核废料必须先在反应炉的燃料贮存池中浸泡3到5年，让燃料棒冷却，
接着移到设于地表的干式储存厂隔绝，一般建议至少要40年。最后找到深地质处置地点，借由多重屏障将高阶核废料存放于地表下数百米深处的稳定地层中，并以工程材料密封，达到与人类环境永久隔离的目的。问题在于，然后呢？这些装在厚重干式贮桶里的用过燃料最终要何去何从？全球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将用过核燃料暂时存在核电厂或中继贮存设施中，等待最终处置方案。然而，最终处置厂迟迟难产，导致大量高阶核废料长期囤积。以台湾为例，3座核能发电厂至今累积的用过燃料棒就有近2万束，全部仍存放在各厂区内的水池或干贮设备中。美国、日本、欧洲等使用核电历史悠久的国家，更累积了难以想象数量的高阶核废料，需要安全管理上万年。核废料的处理其实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跨世代的社会与伦理难题。我们这一代享受了核能的便利，却将核废料的风险留给子孙后代承担。值得一提的是，用过的核燃料棒中其实还包含着大量可用的材料。以清水反应炉的燃料为例，大约只有不到 5% 的铀镉235在反应中被消耗，剩余超过90%的铀以及新生成的钚铉239等，其实都还具有可裂变性。也就是说，所谓废料里还藏着能够再发电的潜能。因此，有些国家，如法国，选择对用过燃料进行后处理，把未燃尽的铀和钚提取出来循环利用，制成新的燃料，像 MOX 燃料，借此减少高阶废料的体积和长期放射性。然而，再处理技术复杂且成本高昂，还会产生新的废液废渣，需要额外处置。此外，再处理取出的钚也有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多数国家仍倾向于直接不用再处理。无论是否经过再处理，最终总是会有残余的高放射性废弃物，需要安全储存数万年至数十万年之久。要如何保证这些废料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不泄漏，不影响人类与环境？这正是核能领域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接下来将探讨最终处置的技术与挑战，也就是如何永久地、安全地封存这些高阶核废料。既然高阶核废料需要与人类社会隔绝数万年以上，那么最佳的办法莫过于永久封存。所谓最终处置，指的就是将核废料最终安置在一个不需再取出的地方，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目前国际上公认最可行的最终处置技术是将高放射性废弃物埋入地下深处，称为深层地质处置。具体做法是选择地质结构稳定的地层，通常在地表下数百米深的岩盘中挖掘隧道与弃置坑道，将经过固化封装的核废料埋藏于其中，然后回填密封，让它们与人类环境永久隔离。深层地质处置强调多重屏障的安全设计。首先，高阶核废料会先被处理成稳定的固态形式，例如将液态废弃物与玻璃原料熔形成玻璃固化体，或制成陶瓷块，使放射性物质锁在坚硬不溶的基质中。接着，这些固化块会被装入厚壁的金属废料罐中，例如不锈钢或铜制的圆筒，焊死密封，以防止内部物质外泄。然后再将废料罐置入预制的钢或铸铁容器，额外增加一层防护。放入地底坑穴前，还会在周围填充具有自我密合性的膨润土粘土，以阻绝地下水渗透并吸附放射性离子。最后，坑道和弃置孔本身由数百米厚的岩石包围，构成最外层的屏障。只有同时穿透这所有层防线，放射性物质才有可能重新回到人类环境，而这种概率被设计的几乎趋近于零。然而，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长期封存核废料，挑战重重。首先是地质条件，必须确定该地区在未来数十万年内不会发生剧烈的地质变动，如强震、火山活动。地下水流要极为缓慢，甚至近乎静止，以免成为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媒介。其次是工程挑战，需要钻探评估地质，兴建大型地下工程，确保废料包封材料在极长时间内不腐蚀不失效。再者是经济和社会挑战，建造和维持一座深层处置厂耗资惊人，
而且要获得当地社区和公众的接受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家园上方埋着万年核废，哪怕理论上再安全，恐惧与疑虑仍难以消除。因此，世界各国在选址时，往往历经漫长的协商乃至政治角力。例如，美国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曾投入巨资建设作为国家最终处置场，但因地方强烈反对和政治因素，计划最终被搁置。可见，要推动最终处置，不仅要克服技术难题，还要面对社会沟通与信任的考验。即便如此，已有国家在最终处置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欧洲的芬兰成为领头羊，他们在21世纪初开始兴建名为 Onkalo 的深层地质处置设施，历经20年钻掘及测试，预计将于2025年前后正式启用，成为全球第一座投入运作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瑞典也在积极规划自己的处置场址，法国、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则处于研发和选址阶段。这些处置场一旦运行，核电所产生的高阶废料将可逐步送入地下深处安息，不再需要人为看管。当然，20万年的安全承诺谁也不敢大意，科学家们仍在模拟各种最坏情境，确保万一容器腐蚀、水进入、地质变动时，放射物质仍旧不会回到地表环境。甚至有人讨论应如何向遥远未来的世代传达此地深埋危险废物，切勿挖掘这类警示讯息，因为几万年后人类语言和文明可能全然不同。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却是最终处置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之一。总而言之，最终处置是核能发展绕不过的最后1公里，唯有找到可靠的方式处理用过核燃料，核能发电才能真正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能源选项。接下来，我们将视野转向未来，介绍第4代核反应炉如何尝试改良核能技术，让核电变得更安全、更高效，甚至连核废料问题也一并减轻。面对传统核能的种种局限与隐忧，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21世纪初提出了第4代核反应炉的概念，期望开发出新一代的核能系统，彻底改善安全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简单来说，第4代核反应炉指的是一系列新型的反应炉设计，它们有别于现今商运的第2代、第3代反应炉，代表着未来的核能。在2000年前后，多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组成了第4代国际论坛，共同挑选出6种最具潜力的反应炉概念作为开发重点。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现有10余个成员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法国等，共享研发资讯与成果，合力推进这些新技术。6种设计类型分别如下所述：气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气体如氦气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特色是运行温度高且可进行燃料循环。铅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液态铅或铅不闭合金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冷却剂沸点高，不易气化，可天然对中子进行部分屏蔽。熔岩反应炉，以熔岩作为冷却剂，同时燃料可溶解在熔岩中循环反应，具有低压运行和特殊燃料循环特性。钠冷快中子反应炉，以液态金属钠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可实现增值或烧掉长寿命废弃物，历史原型较多。超临界水冷反应炉，以超临界状态的水为冷却剂和工作流体，运行压力和温度极高，效率提高，概念上类似更高参数的清水炉。超高温气冷反应炉，以惰性气体冷却、石墨做漫画剂的热中子反应炉，运行温度可达摄氏1000度等级，适合发电以外的工业高温热利用。上述6种设计各有特色，但共同目标可以总结为几点。首先是更安全。第4代反应炉普遍强调被动安全设计，也就是即便在极端事故下，不需要人为介入或电力供应，反应炉也能自我稳定或冷却，不会发生严重的堆芯熔毁。许多设计采用物理特性，例如负反应度、温度系数，让反应炉过热时自动下降功率，或利用冷却剂的特性避免高压，一旦失去循环也不至于迅速升温。此外，燃料形式也改进，例如坚固的陶瓷包覆燃料颗粒 Trisol 颗粒，可耐极高温而不破裂，确保放射物质困在燃料内。第2是燃料利用效率与废料减量。
第4代反应炉许多采用快中子谱，可以将铀磁238这类原本难利用的核种转变成可裂变的材料，并加以燃烧，大幅提高燃料的能源利用率。更理想的情况下，一些反应炉能在运行中将传统反应炉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元素一并烧掉，减轻核废料的放射压力。这意味着未来核电厂同样1公斤，有可能产生的电力是过去的几倍乃至10倍，而且高阶核废料的寿命也比以前缩短，因为许多长寿命物质被转化消耗。第3是经济性与扩展性。新一代设计追求简化系统、标准化、模块化，期望降低建造和运维成本。例如，高温和高效率使得同样发电量下反应炉体积可以更小，冷却剂不需要维持高压，可以省去厚重的压力壳。某些设计甚至构想小型反应炉工厂量产，现地组装，像积木一样扩充容量。还有的设计强调长周期运行，例如一次装料可运转10年以上，不用更换燃料，甚至出现所谓核能电池的概念，整机封装运到偏远地区，运行20年后再整机回收，免除了中途补充燃料的麻烦。最后一项关键愿景是防扩散与安全防护。第4代反应炉在设计时也考虑降低核武扩散风险，例如某些系统的燃料循环避免分离唇部，或采用一体化密封运行，减少核材料外流的可能。同时，新技术也注重提升抵御恐怖攻击的韧性。总体而言，第4代核能的愿景是让核电摆脱以往的阴影，成为21世纪安全、清洁、经济的基础能源之一。预计在2030年代起，陆续会有第4代技术的原型机和示范机组投入运转。例如之后要介绍的某些反应炉已在建设中。如果这些技术成功，未来的核电厂可能长这样：一些没有巨大圆顶、体积较小却功率强大的模块化反应炉群，安静的运行，不仅不怕熔毁，还能有效利用燃料，减少废料，灵活地为我们提供电力和热能。听起来很令人期待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认识几种备受关注的第4代反应炉设计。首先登场的是钠冷快中子反应炉，这是一种使用液态金属钠作为冷却剂的核反应炉。传统清水反应炉用水冷却并减速中子，而钠冷快堆则不使用减速剂，让中子维持高速状态进行链式反应。液态钠有几个很诱人的特性：它的沸点高达将近摄氏900度，常温下即是金属固体，但在约98摄氏度即融化成液体，可在常压下运行。而它的传热性能极佳，能迅速将核分裂产生的热量带走。此外，钠不会像水那样减慢中子，因此可维持快中子反应所需的环境。由于不需承受高压蒸汽 SFR 的反应炉压力槽，可以做得相对较轻薄，降低爆炸风险和建造成本。钠冷快堆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实现燃料增值和废料烧毁。快中子可以将天然油中占99%的油钴238转变成可裂变的钴钴239，意味着 SFR 能生产出比装填时更多的可用核燃料。如果配合后处理，将生成的钴提取并制成新燃料， SFR 可以将油的利用率提高数十倍，大幅延长可用资源年限。另一方面，快中子还能有效裂变掉高阶核废料中的某些长寿命重元素。理论上，经过多次循环， SFR 有望将原本需要10万年看管的核废料转化为只需几百年衰减的短寿命废弃物，从源头减轻核废料中处置的压力。不过 SFR 在历史上也曾遭遇挑战。液态钠的化学活性非常高，它遇水会发生激烈的反应，放出氢气并引起燃烧或爆炸，遇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自燃。因此，钠冷堆系统必须非常密闭，并通常采用双回路设计，以避免放射性钠直接接触水。在1990年代，日本的原型快速增殖炉文书就曾因冷却钠泄漏起火而长期停机，也让全球对钠冷堆的安全性产生疑虑。但经过改进、设计和经验累积，现代的 SFR 已更为可靠。例如，俄罗斯自1980年代起运行的 BN600 和2010年代启动的 BN800 两座钠冷快堆累积了数十年的经验。BN800 目前以混合氧化物燃料运转，
可利用退役核武的布来发电并消耗之。印度也积极投入快堆研发，其500兆瓦原型快堆正准备运行。近年来，纳冷快堆重新成为焦点，因为它被视为解决核能可持续与减碳目标的重要利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计划是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投资的 TerraPower 公司所研发的纳冷堆加储能核电厂 Natrium 反应炉。Natrium 是一座345兆瓦的纳冷块中子反应炉，特殊之处在于它结合了一套大型熔岩储热系统。反应炉平时产生的多余热能可以储存在熔岩槽中，当电网需要时再释放，用于产生额外的蒸汽发电。这让核电厂的输出功率可以快速调节，灵活配合风能、太阳能等间歇性再生能源，被视为新核能与绿能协同的创新示范。Natrium 反应炉采用了被动安全设计和先进的数字控制，预计在2030年前后于美国怀俄明州建成示范。除了美国，中国也在建设2座600兆瓦级的示范快堆，朝商业化快堆迈进。总的来说，纳冷块中子反应炉经历了起伏，如今正卷土重来。它提供了强大的燃料增值和废物减量潜力，弥补传统核电的缺点。同时，工程技术的进步也在降低它的风险。如果未来这类反应炉广泛运行，我们将能更有效地利用核燃料，甚至废物变黄金，把核武器不核用过燃料都变成能发电的燃料。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炉设计——熔岩反应炉。接下来介绍的熔岩反应炉，在形式上或许是最异于传统反应炉的一种设计。顾名思义，它使用熔的盐作为主要的工作介质。具体而言，一种典型的熔岩反应炉会将核燃料，例如油或土，以化合物形式溶解在高温的熔岩中，形成液态的燃料盐。在反应炉核心区域，燃料盐循环流动，释放核裂变热，然后流经热交换器，将热量传给另一回路的非放射性熔岩，后者再用来产生水蒸气发电。由于燃料本身是液态，传热效率极高，而且不存在传统燃料棒过热熔毁的问题，反应炉里已经没有固态燃料可融化，熔岩炉天生不存在堆芯熔毁的风险，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之一。熔岩反应炉的冷却剂通常是锂氟化物盐或钠氟化物盐的混合物，运行温度可高达600-700摄氏度，但压力接近常压，因为盐的沸点非常高，约1400度以上。这意味着反应炉不需要像清水炉那样用厚重坚固的压力槽来防止高压爆炸，降低工程复杂度。同时，高温低压也让热效率提高，甚至能直接提供工业用热。若发生意外泄漏，熔岩接触空气后会迅速冷却凝固成固体，把放射性锁在里面，不会像水那样气化扩散。因此，熔岩炉被认为具有高度的运行安全性。另一个熔岩反应炉的典型安全特征是排放式冷却系统，在反应器底部设有一个平时被冷却系统维持凝固的冻结塞，一旦电力中断或反应器温度异常升高，冷却停止，该塞子会自动融化，让燃料盐液体在重力作用下流入底部的紧急排放槽中。排放槽里分隔成多个几何形状分散的储存容器，使燃料盐在其中冷却固化，停止反应，并被被动地移除衰变热。这种熔岩排放池机制让熔岩炉即使完全失去控制，也能自行将燃料收纳在安全位置冷却，不会发生传统核电那种炉芯熔毁后难以控制的灾难。熔岩反应炉还有一项引人遐想的优势，它有潜力使用土作为燃料，并开启另一条核燃料循环。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约是油的3倍，而且它本身不是可裂变材料，但可以在熔岩炉中吸收中子，转变成可裂变的铀硼233，由此233裂变会释放能量，同时再产生中子转化更多土，如此形成土燃料循环。土循环的好处在于资源丰富，且反应过程中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废料相对较少，不会生成太多钚和超铀元素。许多人将土熔岩反应炉视为核能可持续清洁的希望，利用取之不尽的土产生更少难搞的核废料。然而，土燃料循环也面临燃料初始启动、化学分离等挑战，目前仍在研究阶段。事实上，熔岩反应炉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就成功运行了一座试验性熔岩反应炉，证明了这种技术的可行性。该反应炉以铀钴233燃料在熔融浮岩中运作了数年，运行期间表现稳定，但由于当时政策和军事需求偏好快速增值钠冷堆，熔岩计划在1970年代被搁置。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安全及土循环的重视，熔岩反应炉重新受到关注，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公司投入其中。例如，中国在2021年于甘肃启动了一座小型熔岩实验堆，采用土测铀燃料循环，成为近年来首座熔岩反应炉实体。美国亦有多家新创公司致力于熔岩炉商业化，例如加拿大的 Terrestrial Energy 公司计划建造一种整合式熔岩反应炉，将反应炉模块化封装，以缩短建造时间。另外，美国的 Kairos Power 公司正着手建造名为 Hermes 的非发电试验炉，采用浮岩冷却搭配 Triso 颗粒燃料的熔岩冷却高温炉概念，2023年已获准动工。当然，而熔岩反应炉也面临不少工程难题。高温熔岩具有腐蚀性，长期运行可能侵蚀管道和设备，因此需要特殊的耐蚀合金材料。燃料岩中的裂变产物化学性质复杂，如何在运行中清除气态和中质量产物，保持盐的纯度是一大挑战。另外，要让公众接受在反应堆内有大量放射性液体流动，监管上也需要新的思维和措施。但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和设计经验的累积，这些问题有望逐步解决。展望未来，如果熔岩反应炉能实现商业应用，将为核能带来一些独特的应用场景。比如，小型熔岩反应炉有可能部署在偏远地区，提供稳定电力；大型熔岩反应炉则可用于集中生产氢气，提供工业高温热源等。同时，它有机会让核能更安全、灵活，甚至实现用液体燃料发电的新模式。在许多爱好者眼中，熔岩反应炉象征着核能的另一条进化路径，一条不同于传统清水堆的道路。或许再过1-2个10年，我们就能看到熔岩核能发出光与热，照亮人类能源的未来。介绍完熔岩炉，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另一种气体——冷却的高温反应炉设计。高温气冷反应炉 （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 简称 HTGR， 是一种以气体作为冷却剂、石墨作为漫化剂的核反应炉。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度高、稳定性佳。典型的冷却剂采用惰性的氦气，运行温度可达700度甚至更高，目标是达到接近1000摄氏度的超高温，远远超过传统清水堆约300度的蒸汽温度。如此高的温度让反应炉的热电转换效率更高，还可以将热能应用于发电以外的领域，比如氢燃料制造、工业制成供热等。在安全性方面，高温气冷反应炉常被称作具备本质安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关键在于它所使用的特殊核燃料和设计。HTGR 通常使用所谓 Triso 颗粒燃料，每一颗约芝麻粒大小的燃料微粒都被3层坚固的碳和碳化硅陶瓷壳包覆，组成直径约1毫米的小球。数以10亿计的这种颗粒，再要么被装填在石墨模块里，要么装填在乒乓球大小的石墨燃料球中。这些燃料颗粒可以承受高达1600度以上的温度而不破裂，哪怕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燃料内的放射性产物也不会大量外泄。配合庞大的石墨漫化体提供热容，一旦发生故障，反应炉升温速度缓慢，加上负温度反应度等特性，最终温度将止步于燃料完整性仍可保证的范围内，然后自然冷却下来。也就是说，即便完全失去冷却， HTGR 也不会像清水堆那样熔毁爆炸，而是安静的自行停机降温。这种与生俱来的稳定性使得高温气冷堆赢得傻瓜式安全的美誉。高温气冷反应炉使用的氦气作为冷却剂也有额外优点，氦气为惰性，不会和燃料或结构发生化学反应，不像水会腐蚀、产生氢气等问题。而且氦在任何温度下都不会变成液体，运行中不存在相变沸腾问题，氦不吸收中子，不会变成放射性同位素，因此冷却剂本身不带放射性。HTGR 的运行压力可以根据设计有所不同，但即便采用加压氦气，一旦泄漏对环境影响
也远小于水冷反应炉蒸汽外泄。综合这些因素， HTGR 在固有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表现突出。除了安全，高温带来的应用潜力更是让人期待。比如，高温气冷堆的热能可以用来分解水制氢，通过热化学循环大量生产氢气，为未来氢能源社会供给燃料。在工业上，可提供钢铁、石化等行业所需的高品位热源，取代传统烧煤烧气的锅炉，达成工业减碳。若应用在发电 HTGR， 也可以采用先进的气体涡轮循环，直接以氦气驱动燃气涡轮发电机组，省去蒸汽回路，效率可提升至 50% 左右。这些都是传统核电无法达到的领域。谈到实际发展，高温气冷反应炉已经从纸上走向现实。2021年，中国在山东兴建的石岛湾高温气冷球床示范电厂正式并网发电，成为全球首座投入商业运行的第4代核反应炉。该电厂由2座反应炉模块驱动，一台210兆瓦的气轮发电机组，采用氦气冷却、石墨球漫化与燃料球连续循环补充技术，蒸汽出口温度达750摄氏度。石岛湾示范厂成功满负荷运行，168小时后投入商运，证明了球床反应炉的可行性。未来中国计划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建造更多模块或更大型的高温气冷堆电站。除了中国，美国也在推动类似技术。美国的新创公司 X Energy 正在开发 XE100 高温气冷反应炉，采用模块化球床设计。每座电厂由4个热功率200兆瓦的小型模块组成，总电功率约320兆瓦，预计在2030年前后示范。更早之前，日本在1990年代建造了30兆瓦级的 HTTR 试验堆，达成了950摄氏度的出口温度。德国在70、80年代运行过一座300兆瓦的 THTR 电厂。虽然德国的试验因政策和经费终止，但这些经验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资料。高温气冷反应炉也有挑战需要面对，例如燃料球在反应炉内滚动循环会产生石墨磨损微尘，需要防止其堆积影响冷却或释放放射性。此外，虽然吹奏燃料封住了大部分放射物，但用过的燃料球如何最终处置也是课题。燃料体积较一般燃料棒为大，且包覆陶瓷，难以溶解处理。经济性上， HTGR 的功率密度较低，单位体积功率小，意味着需要较大的反应炉体积和更多材料建造，这些都还有赖未来的改进。不过随着示范电厂的数据累积，工程师有信心通过经验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综合而言，高温气冷反应炉让我们看到一种不怕熔毁、用途广泛的核能新貌，它特别适合作为小型模块化电厂，贴近工业生产使用，提供稳定电力与高温热能，同时将核灾风险降至最低。若这项技术得以普及，我们或许能在城市附近看到没有巨大圆顶，只有矮矮厂房的核子电厂，源源不断供应用电和蒸汽，却几乎不需要担心辐射外泄。这正是高温气冷反应炉为核能未来描绘的愿景。了解了高温气冷反应炉，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话题，十足的创新概念——行波反应炉。最后登场的是名字很炫的行波反应炉。它之所以叫行波，是因为在理论上，反应炉内的核燃料燃烧区会像行进的波浪一样缓慢向前推进，逐步将整个堆芯的核燃料依次点燃消耗。行波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旦启动后，理想情况下可以几十年不添加新燃料，让燃烧的行波自行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原本不能裂变的燃料逐步转换并利用掉。具体怎么做到呢？行波反应炉其实也是一种快中子增值反应炉，但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燃料布局。设想将反应炉堆芯大部分装填上贫铀，甚至是用过核燃料，只有一小部分区域装上经过浓缩的可裂变燃料做引火区。当反应开始时，引火区产生的中子不仅维持自身的链式反应，还穿透到邻近的贫铀区域，将其中的铀子238转换成新的可裂变物质，主要是钚239。随着邻近区域逐渐累积出足够的可裂变物质，它也开始燃烧起来，成为新的点火源，再继续将更远的区域转换点燃。如此一来，核裂变的燃烧前线就可以在堆芯内慢慢移动，
像蜡烛一样从一端烧到另一端，只要控制得当，整个过程可以持续数十年，中途不用更换燃料，直到大部分燃料都被利用殆尽为止。行波反应炉的潜在好处令人瞩目。首先，它可以利用现在核电厂不要的垃圾，例如用过的燃料棒中残余的油布，或者浓缩铀工厂丢弃的贫油，其中含有 99.8% 以上的铀铂238，这些过去视为无用或有害的材料，在行波炉中都成了宝贵的燃料。据估计，光是目前全球库存的贫油就足够提供人类几百年的电力需求。如果行波炉能实现，我们将几乎不再需要开采新的油矿，只靠现有的核废料和副产品就能发电，真正做到资源的极大化利用。其次，因为不需要频繁更换燃料，行波炉可以设计成一个密封的系统，运行10几20年以上不打开反应炉盖子。不开盖就意味着减少了人员操作和错误的可能，也降低了核材料被盗用的风险，因为燃料一直锁在反应炉内，不像一般反应炉每隔1-2年就泄出含布的新鲜废燃料。换句话说，行波炉有机会在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上提供额外的优势。这个概念听起来像科幻，而且目前确实还停留在理论与模拟阶段。真正建造一座行波反应炉，面临许多工程挑战，例如反应炉材料必须经得起10多年高通量中子照射和高温腐蚀，如何启动反应炉和控制行波稳定推进，也是复杂的反应堆物理问题。此外，航波炉虽号称不需添加燃料，但通常仍需要在起始时装入相当量的高浓缩燃料作为引火，这在核武扩散风险上未必比传统反应炉低，出装燃料的浓缩度可能远高于一般电厂核燃料。因此，行波炉的支持者也在探索折中方案，例如每隔几年逐步移出燃烧殆尽的燃料，并添加新燃料，以维持反应堆功率。虽然这么做就比较不像原先那种一根蜡烛烧到底的浪漫想象了。行波反应炉因为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投入而名声大噪，他所支持的 TerraPower 公司在2008年前后提出了行波炉的详细设计蓝图，希望打造一种可以一次装料后运行数十年的核电厂，引起全球瞩目。然而，经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行波炉的工程实现难度极高，于是在近年转向更现实可行的方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Natrium 钠冷块堆搭配储能的设计。尽管如此，行波炉的概念仍在持续研究中，它代表着人们对核能未来的极致愿景，用几乎无限的资源、最少的补给，提供长期稳定的能源。或许在本世纪中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行波反应炉诞生运转，但即便如此，这项构想已经激励了核工程师们开拓思路，朝着更创新的方向努力。介绍了这么多新奇的核反应炉，我们最后来说说新一代核能整体的愿景与展望，看看它们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核能的想象。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研发都围绕着几个核心理念，目标是让核能更安全、更可持续、更多元。未来的核电厂不该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高风险装置，而要成为可以被社区所接受的安全邻居。核燃料不该只利用1-2%的能量就沦为废料，而要设法吃干抹净，物尽其用。核能的应用不该局限于大型集中式发电，还应该能以不同规模形式服务各种场合，灵活融入未来的绿色能源系统。同样的，随着气候变迁压力陡增，全球对核能的态度近年来出现转变，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核能在减碳中的角色。在2023年的国际气候峰会上，包括美国、法国、日本等20多国承诺到2050年将核电发电量提高至目前的3倍，可见各国对新时代核能的期待与重视。有些原本计划淘汰核电的国家也重启了先进核能的讨论，希望在安全、废料问题获得改善后，让核能作为能源选项卷土重来。在安全性方面，新一代反应炉强调被动安全与本质安全，力求杜绝像切尔诺贝利或福岛那样的人为错误或极端天灾引发的灾难。无论是熔岩炉的自排放、气冷堆的耐高温燃料，还是快堆的负反应度设计，目的都是做到一旦出事，反应炉自己会停下来并冷却，
而不需要外部电源或人工介入。这种设计哲学的转变将大大降低核电厂周围居民需要疏散避难的可能性。未来的小型核反应炉甚至有望做到发生最坏情况时，封闭厂房即可确保周围无恒久污染。安全红线的提升将为核能重新赢得公众信任打下基础。在可持续性方面，新核能技术致力于解决核燃料与核废料两端的问题。一方面，像快中子增值、行波炉、熔岩、炉土循环等技术，可以大幅提高燃料利用效率，将有限的油资源和丰富的土资源转化为长久的能源供给。这意味着核能可以成为一种接近取之不尽的基础能源，不会在几十年后就因资源耗竭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许多第四代反应炉能够在运行中消耗掉传统核电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废物，例如不核超铀元素，将千百万年的放射危害期缩短为几百年，减轻了后代的负担。甚至有观点提出，未来的快堆和行波炉可以肩负环保清道夫的角色，把现有核电厂囤积的用过燃料当作原料烧掉，既发电又消费，一举两得。在灵活性与经济性方面，新一代核能也带来不同以往的思路，不再是一味追求单机上千几瓦的庞然大物，而是探索小型模块化反应炉的模式，用多颗小核子组合达到所需功率，甚至将反应炉工厂化制造，运至现场安装，大幅缩短建设周期与成本超支风险。一些第四代设计本身就适合小型化，如小型熔岩反应炉、小型高温气冷堆等。同时，第三代技术也出现了 Nascale 等模块化小型清水堆的商业推广尝试。如果核电厂可以像积木一样按需扩建，将大大提高投资弹性。此外，新核能系统注重与再生能源的协调，例如带储能的 Natrium 快堆示范了如何调节功率。未来核电厂可以在太阳能丰富时降低出力，在夜晚或无风时顶上，把电网稳定维持，同时充分利用风光绿能。这种互补关系颠覆了过去核能和再生能源水火不容的印象，显示两者可以携手合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当然，新一代核能技术要真正实现其愿景，还有许多门槛要跨越。技术上，许多反应堆形式仍需经过原型机验证和长时间运行考验，材料科学与反应炉物理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经济上，能否如预期般降低成本，与其他洁净能源竞争也是未知数。如果新核能盖出来虽好，但价格奇贵，终究难以大规模推广。监管上，各国需更新法规标准来迎接这些非传统反应炉，确保安全，同时不让繁琐流程阻碍创新。最后，公众沟通与教育也不可或缺。再完美的技术若失去人心支持，也无法落地开花。总而言之，第四代核反应炉与新一代核能技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核电厂可以是安全干净的、噗噗喘气冒白烟的冷却塔，将成为过去式。核燃料可以被充分利用，核废料不再是难以处理的梦魇。小巧的核子模块可以深入内陆或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电力，甚至海上漂浮发电。核能与太阳能、风能携手，共同支撑起未来零碳电力网。如果这一切成真，核能将从曾经备受争议的能源，蜕变为对抗气候变迁与支撑工业文明的中坚力量。然而，实现愿景的道路从不平坦，需要科研人员、产业界、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怀抱着谨慎的乐观，我们期待新核能技术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落地，为人类带来既安全又可持续的能源选项。以上就是我们对第四代核反应炉和新核能发展的探索。1个小时的时间或许只能让您略懂核能，但希望这趟旅程让您对核能的原理、挑战与未来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核能技术仍在进化中，也许再过些时日，我们会亲眼目睹这些新颖的反应炉点亮灯泡，温暖城市。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核能新时代的到来。